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3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，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，好贴切。人潮汹涌，你看不见。霓虹灯亮起，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。在无人的街区，霓虹灯孤单的矗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。霓虹的闪去，却抓不住你的距离。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，像霓虹灯总会褪去。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？方总监，邵总，方总监，你来正好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红星电通98年那会儿就已经完成了私有化，这个你应该清楚吧？私有化完成后，它的股权很分散。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，你父亲曾经在红星电通待过。对，在我小的时候。那这份工作交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马上去查清楚红星电通详细的股权结构和职工手上的持股比例。今天下班前交给我。今天下班之前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先出去吧。小孙，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芳芳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的，丽姐，芳芳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最近我家里有事儿，我得回老家待一段时间，可能就不能回城。你走，芳芳怎么办呀？你照顾芳芳这么久了，她的情况你都熟悉，我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儿再去找一个护工啊？对不起，丽姐，照顾芳芳这几年，我们早就有感情了。要是家里实在有事儿，我肯定不会走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。谢谢姐。谢谢你照顾芳芳。那当时这事儿应该是老钱负责的，他手上应该有名单。那这个老钱，他现在还在厂里吗？在。那会儿呢，他是个主任，现在已经是副厂长了。那我能去见见他吗？哎呀，这2天好像出差了，等他回来吧，我帮你约一下。不过，他这个人啊，油滑得很，能不能帮个忙，我说不准。没关系，咱们试试看吧。那看来今天我只能去工商局调档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去工商局调档的话，是需要厂里盖公章的。您看？没问题。谢谢。
请进。方总监，这是红星电通的股权说明。方总监，安宇，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今天早上说得很清楚，我要的是红星电通详细的股权结构和职工手上的持股比例，不是这些简单的概括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我知道，但是红星电通的股份太分散了，一天的时间是做不完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完不成工作，请提前告知。方总监，以红星电通股份的复杂程度来说，一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。你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肯定知道这一点，也就是说你在布置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邵总，我是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，没错吧？我有权管理我的员工，也没错吧？这个案子在时间上很赶，林董希望我们抓紧时间，这些是你传达给我的，这些都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就好，邵总。您现在是在干预我的工作，如果因此案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您可以全权负责吗？邵总，您的专业和能力我非常的钦佩，但是我希望您能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，不要把个人的感情带到工作里来。方总监，到底是……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。股份的事情我会跟进，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拿到最详细的报告。算了，有我的事情你还是别管了。刚才明明就是他太过分了，你那么辛苦做的资料，他一下就丢进碎纸机。没问题的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，你就会……我撑得住，我撑得住的。我连牢都坐过，这得算什么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只要他能够消一点点气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可是我会心疼。要不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做？不行，我们说好的，这个事情一定要我自己来解决。他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，明天再说吧。我先下班了，你们？我刚才找方丽，就是要通知去开会，我还有一个会要开。要不你等我，开完会我们一起去吃饭。可是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想先回家。好，开回去。依依还不起床啊？我们要去上钢琴课了。依依，依依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我不舒服。告诉爸爸哪里不舒服。这里，还有这里。怎么烧这么厉害啊？依依，宝宝，你生病了，爸爸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我要妈妈。依依，妈妈现在在忙呢，她没法回来。我
我要妈妈。爸爸带你去好不好？我要妈妈，我就是不想去医院。好了好了，依依乖依依乖，我给妈妈打个电话啊。喂，露露。喂，哎，我这边马上有个重要的会，我等会儿打给你。我。依依，妈妈现在真的很忙，还是爸爸带你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你现在真的烧得很厉害啊！乖，起来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依依乖，依依听。妈妈，我就想去医院。好，依依。好，依依乖，依依乖，我再打个电话啊。喂，安宇，你现在在忙吗？依依她发烧了，你看能不能？他怎么了？有点着凉了。别着急，打上吊瓶了，估计过一会儿烧就能退了。出这么多汗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我睡了多久啊1个小时左右吧。怎么样，依依她不烧了吧？温度像是降下来点儿了。我其实已经失眠很久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像刚才那样睡得那么沉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睡着了。我好像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才是最踏实、最放松的。最多还有1刻钟就输完了，需要拔针，记得喊我，我就在隔壁。好。你们夫妻俩记得给孩子测个体温。好，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说下班就要回来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来来来，来了你倒垃圾哦。对啊，阿姐，我陪你。好。拜拜。啊，走。那就早点休息吧。
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回来这么晚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去见依依了。你去见依依了？米露出差，正好依依生病了，周元忙不过来，就叫我去帮忙。那不严重吧？发烧，打点滴之后好多了。他为什么又趁米露不在的时候，给你和依依制造见面的机会啊？他不会又想搞什么幺蛾子吧？不行，安姐，你一定得小心。你没有跟郎总说吧？本来是准备跟他说的，刚刚在楼下不就正好碰见你了吗？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你不能告诉郎总，千万不能说。这有什么呀？如果他问，我就告诉他。我喜欢说实话，坦诚点好吧？坦诚是指原则问题，不用什么事情都事无巨细的跟他说吧。两个人需要更多的空间呀。哎，你不会跟郎总在一起了吧？哎，你也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你为什么最近变成一个恋爱小达人了呢？不是，我最近加入了一个恋爱秘籍小组，里面有超多的精华帖，我把你拉进去吧。改革。这是红星电通成立30周年发行的纪念章，看得出来当时挺有排场。看来你这次不光是想留汤留骨头，连肉也不想啃干净。这样才有挑战性。相信我，老林，重新让红星电通运营起来，赚的会比单纯的变卖清算多得很多。但是也很有可能红星电通根本就没有机会再重新开始了。何况项目的推行都需要时间，尤其像红星电通这么体量庞大，又有这么多职工的老厂。除此之外呢，资金回笼的周期、难度跟风险都会增加。我这么贴心，当然都帮你考虑到了。翻到最后一页。理想仓库。根据我的猜测，这次收购红星电通不会那么顺利，一米资本一定会下手的。所以我联系了几个之前合作过的投资人，加上我的钱，对你和卓越来说，稳赚不赔。这应该是你全部身家了。老林，你就那么直接的拆穿我不好吗？为了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红星电通，值得吗？咱们这行从来就没有什么值不值得，只有敢不敢赌。喂，人你帮我约好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出差辛苦了，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咱们先不回家。哦，好。你先喝水。谢谢。你觉得这个收购方案怎么样？这个嘛，说实话我不太懂。收购这么大的事儿，它关系到我们厂里这些职工的切身利益。我这个做厂长的，他不能轻易低头吧？这个当然了。您看看这中间有什么需要打通的，我们都会尽力配合。你尽管讲。那好，让我再好好想一想。那就多麻烦您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行，您请。
看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。找我有事儿？难道是我工作上的事情有眉目了？舅舅，你办事效率可真快。你的事情嘛，我当然要上心了。哎，对了，舅舅，刚刚那个米露，他是过来找你的。你认识米律师？他就是害我丢掉工作的那个人。啊，行，那你跟我好好说说。喂，米律师，刚才我把你这个收购案，看了又看，我是想了又想，还是有些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你们这个收购案没有考虑到我们厂里这些职工的安全问题。日后我们这个厂子被你们收购了，这些职工就会失业了，丢了饭碗了。所以，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啊。阿乌是什么呀？活泼泼窝泼，对不对？香蕉。哎，妈妈回来了。哎呀，妈妈已经够累了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想了。走。我专门给你热了牛奶啊，趁热喝。这一路累了吧？来，喝个牛奶。哦。哎，不是下午的航班吧？是不是晚点了呀？我去谈红星电通的事情了，耽误了一会儿。给你放个水，泡个澡好不好？不用，我出差几天，我想死你们了，我想多陪你们玩一会儿。我给你们带了礼物啊！是什么礼物？哎呀，咱们猜一下，妈妈给你买了什么礼物啊？不会是我最喜欢的变形金刚吧？变形金刚！哎，是我最喜欢的大黄蜂，谢谢妈妈。你说依依都有礼物，爸爸是不是也应该有礼物啊？妈妈，爸爸的礼物是什么？你看看。爸爸的礼物就是袖扣。哎，爸爸的礼物就是袖扣。你这一天在幼儿园有没有乖？有。妈妈，我这拿我的画，今天可是老师表扬的画呢。我看一眼啊。依依现在画的越来越好了。哎，你画的是不是妈妈跟你呀？不是，是漂亮阿姨跟我。依依在生病的时候，妈妈不在，爸爸带依依去医院打针了，依依一点都没害怕，也没有哭，阿姨还照顾依依了。你看我现在好了吧？依依，妈妈给你买了变形金刚，你想不想上楼去玩一下它呀？好，咱们上楼玩变形金刚好不好？来，去吧，依依，去吧，小心点啊，赶紧去。孩子什么时候生病的？我给你打过电话的，你一走依依就生病了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跟我说你在开会，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。那你就该带着安宇去。依依她又哭又闹的，她连抱都不让我抱她，我一个人我没办法了，我搞不定啊。那事后你是不是该告诉我这件事情？今天要不是因为这幅画，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知道。是，我事后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，这事是我做的不对，对不起啊，露露。但是我真是没想那么多，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先上去看看依依。周月，之前我问过你，对安宇到底有没有感情？
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你当时的样子。你跟我说没有，现在同样的问题我再问你一遍。我没骗你。以上呢就是红星电通问卷调查的结果，大致说来，他们就是在乎2点：第一，肯定是非常在乎收购的价格；第二，就是在乎红星电通改制之后人员的变动。金奶奶，哎，把你报告拿我看一下。你继续。哦，我去和前副厂长聊过了，他呢有一点点回避，没有直接的向我表达对收购的态度。对方在回避，难道你就不能主动争取一下吗？我是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，怕适得其反。你就是这样做项目的？你不施加压力，就有对手在背后施加压力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吗？你这样的工作态度，根本不配待在卓越。是我工作做得不够好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苏大勇，来一趟我办公室。最近老苏上心灵伴侣都被魔怔了，估计又挨刺了。把门关上。如果不想太丢人，就把门关上。方总监，您别生气，您消消气儿。那个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那我开会的时候应该集中注意力的，不应该那个玩手机。不是，方总监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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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去！方总监，您别生气，我赔你一本新的给你。让你出去，你没听见吗？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对不起啊，方总监。但是林展宏提的条件也太苛刻了吧？哎，再说了，人家红星电通怎么可能以这么低的价格答应被卓越收购？所以我们需要今晚这几位，剩下的差价就由我们来补。我们来补？
盛木林，你是疯了吧？你有病吧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全部的身家？你这么草率。我发现你遇上安宇之后，你就不清醒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我怎么觉得我遇上安宇之后，反而变得更加清醒，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？好。上次 VR 酒店你要签对赌，我没拦你，对吧？你这次你更激进，改造红星电通，把它扭亏为盈再造血，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的代价还有回报？凯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只是赌上我的钱，我没有赌上我的命。我看快了。好在现在没有什么竞争对手，我跟你说，一有竞争对手你就得死。还有啊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搞出什么48小时、什么攻坚战这些幺蛾子。凯哥，我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乐观。一米资本最近安静的很反常。什么意思啊？红星电通这个事儿，一米资本也要插手。所以凯哥，你帮我打探一下呗。我拿什么给你打探？喂。OK。有人找我，我离开一下。谁啊？米露。米露？哎，米露找你干嘛呀？上回那个项目谈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10拿9稳吧。卓越的景色挺不错的吧？邵总，我们刚刚还在聊红星电通，结果米律师就来找我，该不会这次一米要和卓越合作吧？红星电通的事情你不用着急，我可以帮你。条件是，这个案子结束以后，离开卓越，离开一切。我是听过打不过别人就跑的，但我倒没听过打不过别人劝别人跑。还有一个冒昧的请求，不是你一个人离开，带着你一起走。这不是生意，我没法和你谈。你是因为他才回来的吧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也不希望他跟周渊再见面吧？带着安宇走，离开这个地方，让他不要跟周渊有任何再见面的机会了。对我来说，只要能和安宇在一起，去到了哪里都无所谓。但对安宇来说不是。所以我不会替我爱的人做任何决定，因为我信任他。
有惊喜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绘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。哦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唱出新的语音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执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记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长出新的羽翼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执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记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。许久以后。